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范读评。我们算是开始了一期新的直播。有一位网友已经留言了啊，说这个赶上沙发了。我记得最早开始大家都喜欢去留言沙发的事情，后来说，哎呀，我第一次听，然后这个梗就在不断的传播和变化。那么今天呢，继续来读评论，就是这一周都有什么新的评论。好，这是 ATT 跑来真早啊！对啊，我们都是8点，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就早一点啊。对，我看到你说想看这个什么 N8N 的并行哈，但是这个节目录起来会比较辛苦，回头我去录一下吧。好，眼镜戴上，然后我们的稿子哪儿去了？好，开始读评。第一条，投流算广告，互联网再次被锤。有人说了啊，是今年方向就是反对减，就是要求企业把利润提上来，就是要求把低价内卷模式的商品清出去。从这个方向解读就看清楚了。问题是，你通过底层的这种逻辑不自洽，再加上上层的各种条条框框的管理的话，最终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对吧？那么大家总是说我需要去投放啊，我需要去把东西卖掉，才可以得到这个生意的继续进行。如果我东西卖不掉的话，一切都是扯淡啊。所以反内卷这件事情呢，呃，就属于是一帮大聪明在解决不了底层困难的时候，去想出来的一些这种新鲜的故事吧。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条路能走得通。说以后 CEO 都学马斯克去社交媒体带流量了，这个事儿呢，有人去学了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雷军啊，他就学得很好。然后呢，还有像魏建军啊，像这个就是长城的魏建军，然后比如360的周鸿祎啊，也都在学这件事情啊。傅盛也在学，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不划算。为什么呢？你要想清楚，CEO 啊，每天是很忙的，对吧？他的时间主要用来干3件事儿，思考方向、融资、招聘啊，这是 CEO 该干的活儿。而这个网红呢，是要每天坐在这里去，发东西，要去录视频，这个是对于 CEO 来说还是挺沉重的一个负担，对吧？他花钱去请人干这个活儿，才是他应该干的啊。他自己干的话，那 CEO 该干的活儿谁干呢？难道他每天坐在这儿，后边有人指挥他表演做 CEO 吗？啊，这个马斯克呢，属于一个很特殊的个例啊，这个能向他学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呢，不能看说马斯克行了，大家就照这个方向走，非常非常难。就是能够自己做好这个网红的 这个 CEO 呢，基本上有几个特点啊，一个是精力异常旺盛，然后呢，自己的这个脑子还很清楚啊，再加上体力还特别好，对吧？这种可能后边还得有团队啊，像雷军这种肯定后头有团队，但是马斯克那个真的是天赋异禀啊，这没什么好说的。啊，继续啊，有人说老范你贪便宜啊，2块钱的勺子怎么可能厚实呢？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他卖2块钱，给我展示了一个厚实的勺子，那我就可以期待买到一个厚实的勺子，对吧？你不能说因为是2块钱啊，你这个买了假的，你活该，这个事儿没有这个逻辑，对吧？你应该是2块钱，你告诉我这勺子很薄啊，这个10块钱或者20块钱，这个勺子很厚，让我自己去挑选。你不能说，哎，我就告诉你2块钱勺子很厚了，然后谁让你买的啊？你买就是你这个有问题啊，这个逻辑是不对的，这是个强盗逻辑。再往后啊，说引导你把广告花的钱放到研发上，我觉得没毛病啊。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应该让企业自己去决定，让市场去筛选，我到底是把钱放在研发上，还是放到广告上，而不是由政府来去规定说你必须要把钱放在什么地方，对吧？这个市场会去找到新的方向，会去找到原来不可能做的事情，现在让它变得可能，对吧？这个要不能本末倒置啊。这件事情呢，我在上周四在天津跟他们做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当时呢，我们讲的主题叫做AI 的底层逻辑依然是交易啊，就再继续讲这个话题。那么在这个里头呢，我就讲到说，山姆奥特曼希望说 AI 把所有事情都做了，然后呢给其他人发这个一个这个基本的保障啊，但是我认为这条路是不对的。人去进行消费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仅仅是因为说这个消费被刺激了，或者经济被流动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呢就是全世界的人类用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我们去探讨，然后最终找到了一种引导社会前进的最廉价、最好的方法，就是市场选择。对吧？市场选择这个商品成功了，那个商品失败了，那么 OK，这个成功的商品可以继续往前走。那么怎么让市场选择？就是要给每个人钱，让他们自己去花钱去买这个东西，用脚去投票，对吧？这个是为全人类去找到正确方向的最简单的、最廉价的这个方法。一旦说没有了，说我们现在不让人去选择了，我给你发一个基本的保障啊，然后呢，这个比如甚至给你发面包。那最后你领到的一定是最劣质的面包啊！你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他没有选择了，对吧？这个有人来决定你吃什么面包了啊，他不会这个失败了，没有竞争了。这个就跟疫情期间啊，这些看着小区的这个叫什么网格员们，然后去替你挑选外卖一样，你永远不要想到能吃到自己喜欢的外卖，对吧？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政府来决定说你要怎么做啊，这个事儿是本末倒置的事情。那你说我们给人发钱，让这个人自己去选择我要买什么，行不行呢？也不行啊。为什么呢？给人发固定薪资，让他自己去决定买什么，这个过程，你就把人的消费上限给设置死了。这个就跟这个 OpenAI 说我$20一个月，然后那个给大家这个按 token 算钱啊，多出来的用 API 的算按 token 算钱，这个事儿是一样的。它等于是把一个原来依靠交易和广告可以无限放大的一个场景，变成了一个天花板很低的场景啊。那么这件事情上也会极大的挫伤积极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定要记住，要让大家去花钱，要让大家去挣钱，要让大家自己去决定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时候，你看到，哎，这个事情很好啊，那个事情看起来很聪明，但是，一旦你剥夺了人自己去消费的这个过程，啊，那么社会就会崩塌。我们用市场经济、用这个计划经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去测试过，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个辛苦老范啊，录个会员视频啊，这个我还得想一想，因为我要尽可能的把它录的简单一些啊，就是关于 N8N 的并行这件事儿。因为 N8N 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不是程序员，基本上没法使啊。但是对于程序员来说呢，它又很强大，而且特别好玩这个东西啊，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如果我是去尝试让普通人不是程序员的人去学会怎么用 N8N 的话，那这个事情就肯定很费劲了啊。程序员看着会很累，然后非程序员根本看不懂。所以我就干脆呢，可能会去讲一讲这个 N8N 的一些这个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然后呢，关于并行这块呢，我就录一个专门给程序员看的东西啊，就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但是呢，能够让程序员把这个过程复现出来也就完事儿了啊，所以不会录那么长。所以我现在还没想好到底是放在会员频道里还是放在外面啊，我这个事儿还没想明白。
这个江油事件，江油事件这个事儿，其实我没有太关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这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那边在闹事儿啊，具体的不了解了。来了，点赞啊，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赶快都去点个赞啊！中国现在互联网广告都是货不对版，我太太买的胶带10卷还不如视频里的1卷。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政府不作为了。你按道理说，你货不对版，我们就可以罚死他。但是现在呢，货不对版，你拿他没办法，所以他就继续货不对版，对吧？我一直觉得就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基础规则维护好。你比如说，哎，我骗人了啊，这个卖假货了，这个广告货不对版了啊，那么这个事情政府就去管，而不要去管说，哎，你应该花多少钱去做广告，应该花多少钱去做这个，叫做什么呢？应该花多少钱去做这个研发啊？这事儿不是他该管的事儿。发钱只是最低保障，并不代表不让你多赚钱。你也可以努力去发财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一旦发钱了以后呢，有很多人就不去赚钱了啊。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应该去发钱啊，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努力去赚钱，因为努力赚钱它也是一个需要积极性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啊，是这个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这期。有人说离了大谱了啊，特没谱的事儿，真要有这短剧还不告诉他啊？真当美国总统好碰瓷儿呢？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美国待过啊？美国的各大电视台拿总统开涮的事儿蛮多的啊。现在之所以还没有人敢去拍，是因为拍摄的团队自己也立身不正啊。这些老牌的美国的什么影视公司经常拿总统开涮。再往后啊，说真的有很多黑人女的啊，喜欢在 YouTube 上看，白皮的是看不上的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种族歧视啊。这个看这些东西的人呢，是这个叫美国50岁以上的女性付款超过50%，对吧？但是呢，这个报告里头并没有说这些人是黑人、白人还是墨西哥人。啊，都没有讲，所以呢，我们并不要去说这个去直接做种族歧视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是很不对的。也许你身边呢有黑人女性喜欢看啊，也恰巧碰到有白人女性不喜欢看，但是呢，你这个采样的样本太少了啊，不要片面的去给人套这个这种框架啊，这个是不对的。还有人说啊，说那些 APP 下载量都是假的，这个不要这么想啊，这些 APP 的下载量肯定都是真的啊，因为那个下载量呢不是他自己标上去的，那都是 Google Play 或者 App Store 直接给出来的数据啊，这个东西是不敢造假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呢是掌握他自己手里头，是什么呢？叫活跃啊，日活月活啊，这个东西是在自己手里头。然后呢，这个叫做挣到多少钱啊，这个其实是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里头都有可以查到的啊，这是公开的数据。然后是这个留存啊，这个今天看了，明天还看不看？这个数呢，才是真正决定这种 APP 到底能不能玩得下去的一个关键数值啊。还有包括就是付费转换率，这是另外一套东西。但是下载量这个事儿，都是真的啊。这个你讲下载量就知道，这个哥们儿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个行业啊。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在这个各种视频里批评我说：“哎呀，老范你肯定不了解这个，老范你肯定不了解那个啊！”一看老范说就知道不了解什么。所以呢，批评别人不了解什么东西呢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说为什么啊？他讲说 APP 下载量这个事儿，他就是不是那么了解呢？因为正常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呢，通常讲的叫总下载量这个单日下载量啊，日新增啊，月新增啊。对吧？累计啊什么，它会加上这样的定语啊。如果你不加定语，直接叫下载量的话，那么这个正常内行人是不这么说话的啊。而且我们出去看项目，比如说有人说啊，我做了个 APP，你来投资吧。如果他这么跟我讲话的话，我基本上就可以掉头走人了啊，因为这哥们儿压根儿不懂这个东西。好，我们继续啊，这个是的啊，现在工商管理完全渎职啊，这个海鲜市场的电子秤都做手脚，是这样的。
而且呢，你去说，哎，我要揭露你这个电子秤有问题，大家会捂你的嘴，对吧？这个就没法整。因为50岁以上的大妈不会去找盗版，年轻人动手能力强啊，这个就不对了啊。如果你能够找到免费资源，能够去看的话，你就去看。现在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必须要付钱啊，也还有很多人在推免费短剧，比如说，字节跳动就在海外推免费短剧，所以这个事儿跟找盗版关系不大。继续啊，这个爱康国宾的假体检与塔西佗陷阱，这里他就讲了啊，其实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医生为什么没有诊断 review 的机制？commit 和这个 pull request 往往都是需要2个人 review，为啥医生的诊断不能多一些人从不同的视角来检视？review pull request 的时间总比医生检查诊断结果时间长得多吧？医生的这个决定对病人的健康、经济影响可比一个 pull request 对项目的影响大得多，还能创造就业。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再加上 AI 的 review，是不是对诊断结果准确性提高，有很多帮助啊？还增加就业，减少社会矛盾。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医生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吧，都算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啊。你突然让他说，我们需要进行很多人的去 review 啊，然后再去做这个 commit 和 pull request，这个现在实现不了啊，实现不了。而且呢，现在西方本身医疗费用就很贵了，你再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的话，他这个医疗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些重大的疾病是有专家会诊啊，所谓专家会诊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 review、commit 和一个 pull request 啊，这是有的啊，就是他这个病很严重啊，而且花的钱很多啊，他可以做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医生跟我们去写程序有一点区别是什么？他也需要有人最终负责任啊，那把人治好了治坏了，然后遇到诉讼了，到底谁负这个责任啊？哪些人签了字了？对吧？你说这事儿不需要我签字啊，不需要我负责任，那我说呗，这事儿怕谁啊？对吧？那你需要我签字啊，需要我最后担责任，而且医生担这种责任，有的时候是要诉讼，有的时候要赔钱坐牢啊，有的时候还要丢执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医生还是会比较谨慎的啊。这个 review 的过程呢，它会把整个的这个复杂度提升很高啊，成本提高非常非常多。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干这个事儿，但是 AI 呢应该会有一定帮助，因为 AI 协助这个医生去做判断的话，最后肯定是医生自己要签字啊，AI 肯定不能签字的，所以呢，在这块上呢应该会有帮助吧。今年特别逗啊，今年好像医学院很多都没招满啊，原来大家都削破了脑袋去学医，但是今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董小姐4+4这事儿闹的啊，这个高考医学院招不满了啊，大家不愿意去了。继续啊，国内的体检是单位组织的啊，谁负责看结果？单位吗？单位不是医生啊，西方的体检是医生要求做，医生负责看结果啊，是的。但是你要想清楚一点，如果单位真的负责看结果，你会觉得更恐怖的啊。比如说单位把所有的员工都轰去做体检了，体检完了以后，这个一看，哎，这个人身体好像不太行了吧，下月把他开了，对吧？这玩意儿多瘆人啊，对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呃，单位呢，基本上把这东西是作为一个福利在使用啊。但是这个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单位说我看完体检结果以后决定谁的去留啊？这个有可能有啊，这个事儿不能排除。但是这个最好单位让我们去体检完了就不要看。继续啊，说爱康跌倒，日本吃饱，日本体验啊，日本体检又大发财了。啊，这个确实是有很多人专门办这个日本体检签证跑去日本体检的啊，好像据说不贵。其实以前很多中国人会跑到台湾去体检啊，就是中国台湾吧，咱们就讲啊，台湾原来也是有体检签证的，但是这个疫情以后呢，就再没开放过这个事儿。因为去台湾体检好像比日本还要再便宜一些，然后体验也很好，而且呢，它全程讲中文，对吧？到那儿还可以吃吃玩玩的，这个
如果什么时候台湾体检开放了，我还是真的惦记说花点钱去折腾一圈的啊。日本体检这个事儿呢，不是我特别喜欢去做的事情。好，我们继续点赞啊，对，大家都点赞了没有？赶快点赞啊！到现在还不够100个人了，才70多个人。好，我们继续啊，这个是香港法院判了啊，宗馥莉输了吗？有人说了啊，说这个鹬蚌相争啊，最终可能国资得利，大小姐逼人太甚，家里打打杀杀，倒是倒的才是最快的啊，可惜了。这个怎么说呢？杭州国资确实比较奇葩啊。如果他这个事儿在比如说山东啊，或者是东北啊，估计宗庆后那片儿就进去了啊，根本轮不到宗庆后去写这些遗嘱啊。这个杭州国资呢，就是你只要能把日子过下去，这个都还行。但是宗馥莉这事儿呢，哎，反正每家人有每家人自己的想法吧。莫受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嘛，就是他没准觉得这都本来应该是我的啊，然后你们这些人啊，这个让我过得不痛快，可能我妈过得也不痛快，然后最后还要来分我的遗产啊，这个他不乐意，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吧。他做的手段虽然我不喜欢，但是又能怎么办呢？对吧？也就如此了。还有人说啊，老范可以查一下国资的股份是怎么来的。当你宗庆后需要一个国有企业的帽子挂靠的啊，这个国资没参与经验啊，也没有投资，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遗留问题。宗庆后后来的操作也是掏空娃哈哈的主体，只是保留了一些商标，其他的运营经营都是关联公司中。啊，这哥们儿呢，你应该好好的再学习一下这故事啊。这个娃哈哈最早是一个校办企业，那就是一个国营的，对吧？那么后来才慢慢的承包给宗庆后做起来的一个过程，所以国资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国资是参与了投资的，然后至于说，掏空呢，其实到宗庆后活着的时候并没有掏空啊，就是他大量的员工还是挂在娃哈哈的，而且很多的中高层员工啊，他还是要从娃哈哈这边去，就是挂在国资这边去领一些这种，比如说奖金啊什么的，还是会去做这个事儿的啊。当时的这个国资这边还是有钱的，所以这个不要乱讲啊，不要乱讲。然后啊，这个18亿美金的体外公司归属在维京群岛注册母公司的利润，不是宗庆后个人分红的来源。另外，杭州分了几千万啊，不是一分没分啊。这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讲。娃哈哈呢，到目前为止没上过市啊，它到目前为止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是海外上市公司，所以呢，娃哈哈压根儿就没有 VIE 架构。它呢，确实是有一些境外的这种公司，这个维京群岛啊什么这些有公司，但是呢，它没有完整的 VIE 架构，所以呢，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帮宗庆后逃税的。你没有到那儿去分红的话，他压根儿就不会这个钱走到那边去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上来说啊有英属维京群岛公司，你就应该有 VIE 架构。VIE 架构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在国内挣的所有钱都应该属于最上面的母公司，对吧？这个才是这个VIE 架构真正干的活啊。这个不是说我在国外注册的公司就变成 VIE 了，这个两回事。而且呢，这个也不叫母公司，对吧？如果他这个娃哈哈集团或者娃哈哈的其他一些关联单位在最上面有一个母公司的话，那么这里头就绝不可能只有宗庆后一人，那他肯定有好多人和一堆股东在里头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不要随便上来拍脑袋啊，不是这么回事的。杭州呢，这个我查的几个 AI 都说是没分过啊，但是我也没有太仔细查到底是不是分过，我不是那么确定。就算是国资分了几千万，也这么多年了，对吧？基本上跟打发叫花子一样，啊，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件事儿，或者说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更强的一个结果吧，所以这个事儿呢，不用去区分这个
英属维京群岛公司这件事啊，因为我以前帮人去搭 VIE 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这个创始人啊，都会先去创造一个英属维京群岛公司，然后呢，这些英属维京群岛公司呢，再会在英属开曼群岛呢再去合伙做一个新的英属开曼群岛公司，然后再由英属开曼群岛公司呢，成为 VIE 的最上层母公司啊，它是这样来做的。但是分红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开曼公司的钱呢分给到一个一个的英属维京群岛公司里头去。然后再往后呢是37号文啊，就是你这个英属维京群岛公司这个，你要想把这钱拿出来，对吧？你还得交税啊，这个国家是有规定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啊，咱们就不要用这些一知半解的这个财务知识去解释这件事了。而且我在这一期节目里头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以娃哈哈的这个资产规模来说，他们所能玩的很多很多东西是。可能我们难以想象的啊，就是包括像我这种，就是给人搭过 VIE、拆过 VIE，然后给人做过投资，然后这个折腾过很多这些事儿的人呢，很多东西也会刷新我的认知啊，这个不是我们这种人的一个，就是这种视野的人能够把它彻底说明白的。再往后啊，说老范可以去查一下国资股份怎么来的啊，这个已经念过了，这个是重复的一条。好了。我看这个啊，先赞后看啊，欢迎啊，终于有100个人了，不错不错。UBI 是需要的。之前美国一个华裔总统候选人的选举口号就是发 UBI 基本生活费，保障被 AI 科技进步取代的人类的基本生存繁衍的权利。当然，就只是基本满足日常生活养娃。他强调，有了娃，人类才有未来。这个我从来不认为 UBI 是需要的，因为。你像美国其实是有很多人通过领养孩子和不断的生孩子就一直可以活下去的，那这些人就不上班了。他一旦不上班的话，就是说我已经说靠这些福利就不需要工作了，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些负担，就算你给他发钱，他们也会成为负担，因为这些人他没有任何贡献，你就算是以后说我不需要你去种粮食，不需要你去这个织布缝衣服啊，但是呢，比如说你去写诗，你去拍电影，你去做一些这种文化传播上的事情，它也是算上班啊，也在工作，所以呢，还是要让大家去工作起来啊，不要靠 UBI 这种东西。然后至于说有华裔总统候选人去讲 UBI 这个事儿呢，我估计他就是想吸引这种流氓无产者给他投票，算是一种贿选。来了，点赞啊！今天人怎么这么少啊？我也觉得今天好奇怪，这个半个小时才100人，好奇怪啊！这个其实养娃也是个全职工作，我们有工作的人其实是打了2份工啊。是的，你像这种全职太太，实际上也是在工作嘛，对吧？这个像你们家，你一边工作啊，一边养娃，你老公也不算是这个全职主妇，也是要一边工作一边养娃。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AI 平权，大家都在扒武大的论文现在好像知乎上专门有人直播啊，就是谁又发现武大论文里头有什么奇葩东西，咱们赶快来说这个还是很有趣的现在除了这个武大这个杨女士的这个论文之外还有人扒出来什么通过咏鹅来看基督教对这个杜甫的影响什么的。然后呢，还有一位武大的教授最后认为汉谟拉比跟商汤是一个人这个汉谟拉比宝典就是这个商朝制定的某一部这个律法这个反正都是这样来的一些东西武大最近实在是火了一批。现在呢征集就是这个武大硕士生的这个论文错误是500块钱这个博士生2000。如果能找到教授的这个呢，就可能更贵一些现在大家都在开开心心的消费这个武大有人说了说感谢分享，这波 AI 平权真的是又爽又怕，一边觉得全民监督很燃一边又怕真研究被误伤，
你这期分析的特别清醒啊，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啊，现在其实就是一种全民狂欢的状态，对吧？但你说到底什么可以监督，什么不可以监督呢？我倒宁肯说是我们误伤一些这个真实研究啊，但是呢，还是要把监督的权利还给全民，而不是说啊有人来决定哪个东西可以监督，哪个东西不可以监督，或者说啊有人发号施令说来冲啊，大家都去骂他，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啊。好，继续啊，这个学术未来会越来越规范，论文质量会慢慢提高，这么看也是一件好事儿。现在肯定你再去写论文就会很费劲了啊，这个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去通过 AI、通过人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检验这些论文，这个中国呢，其实一直没有走通德国那条路啊，就是宽进严出。大家都能上，上完了以后呢，不让你毕业啊，这条路其实原来一直没走通，没准通过武大这个事儿，大家可以向这个方向稍微的挪动那么一点点的，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哈。这个现在大家已经不爱上大学了啊，现在今年好像到应该是上周吧，云南刚出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本科录取补招啊，第7轮。什么意思？就是我本科要去招生，但是呢招不满，就可以让大家补录一下啊，1轮、2轮、3轮啊，到了第7轮了，还没录完啊，说咱就这样了啊，这个录不完就补录了，就7轮了，不能有第8轮了，太丢不起人了啊。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都上了，上完了以后也都毕业了，毕了业都找不到工作，而且今年还涨学费，涨得还挺贵，对吧？那大家就不上了，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结果啊。广西好像是补录了4轮还是5轮。云南是到第7轮了，是还是搞不定。而且今年云南说什么，就是说不限科目啊，你甭管你学的是哪些科目，我们都允许你来啊，还不限分数啊，你考多少分我都愿意要你。那最后大家还是不愿意去，那你怎么办呢？如果大家真的是说，哎，也这个想上大学的人上大学啊，上完了以后宽进严出啊，你最后学不好就不让你毕业了啊，就直接把你咔掉。那毕了业的人呢，又重新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对吧？这个毕了业的人都好好能够找到工作，能够受到这个尊重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吧？但是从今年开始写论文啊，真的是会这个比原来难多了啊。还有人说啊，这个极具讽刺，人类的丑行自己都发现不了，却由 AI 来揭露啊，这个其实不怎么讽刺啊。因为我们以前说怎么去隐藏信息，怎么去隐藏这个一个人呢？就是藏在一大堆的信息里啊，对吧？当把一个信息藏在很多很多的信息里头以后，这个人就是发现不了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吧？那么在这样的这种里头，就是说我需要在一堆海量的信息里头把一个特定的信息扒出来去进行研究和分析的话，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我没有足够大的利益，压根就没有人干这个事儿。但是有了 AI 以后的话，这个成本下降了，我不需要那么高的利益，我都可以把这些信息扒出来找一找啊，都可以翻一翻，这个才是一个进步嘛所以这个不是讽刺啊，这个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还有说以后可以把失败归咎于工程师的这还不是这个应该就到这里了这个是这一条的所有评论。感觉中国人部分人都反感免费发钱，欧美的接受度就比较高应该是文化的不同。其实欧美也没那么接受。UBI 呢，现在只是做了很小规模的一点点实验你就算是到欧洲一些比较高福利的国家，你失业了开始领救济金的时候，人家也要不停的去问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在找工作，是不是在接受培训，对吧？如果你没有积极的找工作、接受培训的话，他也不发给你，对吧？这个社会你总还是要让每一个人尽可能的积极的参与到社会运转中去的，而不能说，哎，今天我这个认为你已经不行了，你就以后一直去领这个失业救济金就完了，再也不用去找工作了，这个不行的。而且他们的这种失业救济通常也是，可以这个领多长时间，也不是说无限领下去的，对吧？就算是那种比如说无家可归者 homeless，那你过那种生活是一般人愿意过的嘛？
对吧？是有一些我觉得在美国或者这些地方的 homeless，你认为它是一种行为艺术都可以啊，他选择这样去工作的，选择这样去生活，那我们就尊重这种选择就可以了。这个这么奖励下去，武大要破产了。哎呀，这个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出来嘛，还是我们在研究嘛，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我们再继续研究嘛。我觉得继续研究下去的话，武大这个反正他自己都不嫌丢人，对吧？那就让他继续玩吧。那只是大家不乐意去云南了吧？大家都想去大城市吧？这个也不是的。中国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能够随意迁徙？说我愿意去云南，我愿意去海南，我愿意去这些地方。医保啊，对吧？你像我这样岁数的人，我也想去云南。那我去了以后，我医保怎么办？我上哪儿看病去？对吧？这个是没法整的。我在北京交了这么多年的社保，然后我要到云南去的话，所有个人账户就拿走，然后那公户就拿不走了。然后到那边，他这个完全待遇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敢去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社保还没有做到全国统筹啊。虽然你到了云南，你可以报销啊，你比如我出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手术啊，或者什么这种住院啊，你可以去异地报销。但是你说我长期在这边拿药的话，还是挺麻烦的啊。这个一旦这个东西打通了以后，异地养老啊这些东西就肯定能够起得来啊。我肯定也愿意上云南啊，上贵州啊，上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啊，或者到海边上去这个度过这个养老人生啊，这个肯定是很开心的事情啊。但是你社保搞不定这事儿，医疗也搞不定啊。大学也会有像大公司那样的公关部门吗？这个我觉得那个校长甩锅给领导，就是他自己调度不了国家的维稳机器，只能让上面帮他维稳，但是上面没理他，这种事儿不可能理他，你理他这个不是把这个大屎盆子自己捡脑袋上吗？这谁理他呀？这种事儿，对吧？不可能的。当然，我觉得那个校长真的是挺蠢的啊，这个是真的。武汉大学一年145亿，算大学里边很有钱的了，这就不太了解了啊。对于大学经费这块没有研究过，支持监督啊，但是逐渐也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民间监督上升到引起相关学校和机构重视，得有一定的门槛，否则就会像民科说没做火箭燃料最好一样。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监督没问题，但是，比如说你到一定什么程度了，你说我要起诉他啊，或者我要去，告他，那么对方也可以来告你说你诽谤啊，那这个，就是你最终在法律角度上吧，你比如说，哎，你确实诽谤了啊，然后呢，也确实给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你赔就完了呗，那这样的话，他这个监督不就有门槛了吗？至于民科说这个什么水变油啊，什么这种东西，对吧？这个，你最后论证不行嘛？那第一个没有人愿意给你钱，如果有人给你钱的话，那一定是有不正规的，比如非法集资什么这些东西，对吧？或者有欺诈，最后你做不出来的话，那就告你呗。这个大家都会承担这个后果嘛，这个不用太担心的。最强的矛，最强的盾吧。以后估计也不太会有论文是纯人工写的吧？对，一定会有机器写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你使用国内的 DeepSeek 呢，这种什么1049年中国建立这种事儿就比较难以避免啊。小公司交社保会发展成什么样啊？这个司法解释只是明确了之前的规定。以前如果员工提告，结果也是判公司输。这个提告你要判公司输，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了，对吧？这个原来其实好多都是公司赢了啊，而且呢，这个提告的过程会很漫长啊。这个现在呢，小公司上交社保这件事儿，我觉得，反正现在这一次是响动很大啊，因为以前上一次响动很大的事儿是什么呢？是那个微信收款码，对吧？原来呢，大家都是这个用微信收款码去收款，后来说不行了啊，必须要转成商家收款啊，你不能用个人收款码去收款。然后一帮人骂呀，骂完了最后把这事儿给取消了。虽然后来还在缓慢的推进吧，但是并不再大张旗鼓的去做这个事儿。现在呢，这个要看，因为现在已经不断的传出来说，很多公司开始裁员，对吧？我不跟你费这个劲了，我9月1号之前我把你裁了就完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注销倒闭的啊，这个事情都非常非常多了。
那么也许啊，这个上面一看说这事儿不行，我们是不是缓一缓啊？这事儿也是有可能的啊。主要论文那套八股文啊，用 AI 写太合适了，而且 AI 的搜索能力越来越强，文献综述以前用 AI 写容易幻觉，现在越来越准了。只要实验是自己的，数据是真实的，其实其他部分用 AI 写简直不要太省事啊，是这样的。你只要其实我觉得以后实验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用 AI 来做，但是人在这个里边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人在里头最大的作用就是你能够想到实验方向，对吧？你能够设计实验，这个是人最大的价值。你认为武大怎么做，对他才是最好的啊？感觉不管怎么做都被骂无解了。这个第一个，他当时就不应该很随意的就给人处分，对吧？第二个呢，这个到今天了，这个你不说赶快去纠正这些事情啊，还在这儿等领导去审批，然后说我再成立专班，然后准备把这事儿拖过去，你拖不过去，对吧？他原来想着说这事儿能拖得过去的，真不容易。武大校长副省级啊，对，他是副部啊。这个清华校长、武大校长，就这些高端985的校长都是副部级啊，这个非常高了。结果危机公关是把锅甩给上级啊，这个他们没见过啊，这个很正常的，就是这些省部级的干部没有见过危机公关是非常正常的。原来谁敢骂他呀，对吧？现在突然有人敢骂他了，不知道该咋回嘴了啊，这个没有办法。现在豆瓣小组老热闹了啊，好多姐姐一直在传肖家背景，高中时的烂事儿，以后被封了，后来被封了好多号。关键这种事儿你不知道真假，这个，所以我现在也懒得看这些东西。大学之间的竞争不亚于公司间的竞争，所以这里面应该也有有效买量黑公关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啊，因为你黑武大这件事儿意义没有那么大，对吧？它不像是公司似的，我武大几周了以后，然后我可以上去，这个不是这样的，对吧？因为学校也好，985什么双一流这些，它不是靠市场化竞争来的，对吧？你真把武大挤倒了，那这又能怎么样呢？你拿他没办法这个事儿，所以学校一般没有动力干这个活啊。我在武大的本科啊，第一年就是对这个城市印象很不好，后来找一切机会离开啊。4年大学只在武汉待了33个月，毕业前夜就像这个地方我再也不回来了，好吧？这个武汉看来是让你很不爽。其实我还挺喜欢武汉的啊，这个武汉很多吃的东西我很喜欢，什么热干面啊、三鲜豆皮儿啊，这个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主要我一直是200刀 GPT，我唯一用过 DeepSeek 是过年的时候让他给我写了几个春联啊，这个200刀我一直没舍得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是20刀的这个 GPT，然后其他的还没花钱买。大学期间应该不至于买啊，华科在81还发了波福娃的名言啊，这个疑似支持女生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支持女生没什么问题。大学间这个又看了一遍。人的会给 AI 提问啊，然后 AI 输出的结果，人得能够识别，但这个是需要训练的，这个挺难的。其实，武汉这个地方是地域的头部城市，所以本来很落后，却很自信啊，因为他整天看邻居都不如他。当年我去武大的时候，武汉人认为武大就排在清华北大后边，我听着都不知道是不是该高兴啊？高兴吧，这事儿对吧？你也可以与有荣焉一下嘛。有人给了解决方案了，论文是临时工上传的初稿啊，这个我看到有这种说法了，这不可能的。我就在武汉转过一次啊，我还是去过几次的。武汉啊，还是能不去就别去了。武汉除了它的出租车和这个几个桥让我觉得不太爽之外，其他的还可以啊。那个机场非常大，结果国际航班就2趟飞机啊，一趟飞东南亚，一趟飞美国，我惊呆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从武汉飞过国际航班。
整个机场空空如也，这个以前还行啊，以前还行。清华北大第3名戴毅啊，这个是这样的。我对武汉长沙也没什么好感。长沙我很喜欢啊，长沙是角都啊，这个中国按角的这个首都啊，这个所有的按角技师很多都是在长沙这边培养出来的。武大名人多啊，雷军王志安也武大的，这还真不知道。雷军武大的我是知道的。问 GPT 未来中国主要城市都不适于人类居住，这个 GPT 也需要好好训练一下啊。我19年11月去武汉1个月啊，回来就准备封城了啊，这个好吧，你算跑得很利索的。热干面和这个炸酱面是美食荒漠的碳水，不知道为啥这么火。哎，炸酱面真好吃，热干面其实我觉得也还可以吧。第3名是浙大吧？哎，还不是啊，他们叫清北复交啊，所以第3名呢是复旦、上海交大，这个基本上是到这一层次啊，就是清北复交，然后再往后呢是什么浙大、哈工大，这个加上什么这个南开、天大或者什么中山什么这些，就基本上是再往后了一块儿。塔主说的地狱头部让我想起来了兰州读书时候遇到的兰州同学，确实蛮有一种土嗨的高傲。然后我跟他们说我是广东人，这个你下次跟他说你是北京人。武大还有陈东升啊、易中天、窦文涛啊，那还挺多的。土嗨土嗨，很形象，好吧？我觉得处分男生也不是完全不合理，因为处分的原因是他的行为给学校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我觉得学校就应该有点担当，就跟前面那个哪儿那个女生说跟一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啊传出一些不是很好的结果，然后就好像叫有辱国格，直接给开除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学校如果怕丢这人的话，还办什么学校呢？中国地域头部多了啊，成都、西安、武汉，感觉省会城市都有点昆明、兰州、长沙就差点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北京人，所以我走到哪儿呢，看任何人去表演这种地域优势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很可笑啊。因为你再怎么的优势，你不是北京嘛，对吧？唯一敢在我面前表演地域优势的只有上海人啊，这个其他省会城市一说，哎，你北京的啊，都还可以啊。这个一般不敢跟北京人面前表演这东西。上海人呢，就是属于很不服气啊，上来说你们北京有什么强的，对吧？你们北京就是靠上海人挣钱养着的啊，这个北京都干啥了？上海每年交那么多税，都干让你们去造进了。上海人是就是以前见到他经常干这种事儿，就真的是土生土长上海人啊。但是这个后来去的这些上海人一般没有这种想法啊，所以这个很逗啊，这个要不然大家都服气也没什么意思嘛。所以上海对于北京是不太服气的啊。其他你比如我上武汉啊，上这个什么什么，包括南京啊，然后这个长沙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广州、深圳啊，这个你到那儿去都没说什么。你到香港，他们就不觉得北京占他便宜了，对吧？当然现在香港也没什么香港人了。现在香港说广东话的好多都是这个，就是广东人啊，就也是后去的。处分的太重了啊，比较隐蔽的动作啊，这个我学压根就不应该给处分，你就应该当时问明白到底咋回事儿。如果没什么事儿，你凭什么给人处分？我吃多少斤麻酱也讲不出北京腔啊，这个好吧，我觉得这可以练啊。长沙不是省会，长沙是省会啊。湖南的省会是深圳啊，好吧。这个深圳其实湖南人很多，但是深圳应该东北人更多啊。长沙还是很欢乐的啊，是的。当下世界格局下啊，高考和本科学历对于普通大众意味着什么？最基本的必备社会入场券嘛。可以去送外卖啊，也就干这个，其他其实用处不大。
西安人也不服气北京啊，参考京都之于东京啊，好吧。我到西安还没怎么遇到过这种事儿啊。这个因为西安很多人把公司做大了以后也要往北京开啊，所以呢，这个可能我接触的西安主要是西安互联网圈啊，他们在北京一般都有那个公司总部，虽然他可能西安的人多，但是呢，他们都会把公司总部放在北京。男生何德何能可以损害武大的声誉，就跟我根本没有能力给祖国抹黑一样啊，这个我也是这么想的。香港人里边比较有钱的，很多祖上都是上海人，这就不了解了，这个没有做过认真的理解。湖南人爱往广州跑，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事儿不了解了。但是广东小吃里头，广州小吃里头没有湖南口味啊。对吧？你到深圳，你确实是有挺多的湖南菜馆，还有很多的东北菜馆，但是广州真没感觉。你要真的想吃粤菜的话，还是要到广州去吃啊。深圳、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都比较多，反正湖南人我是看到比较多啊，然后是东北人看的多，其他的真的没有那么大感觉。因为北京是地域优势资深表演者，其实还好了，因为到北京这个东西，到北京这儿呢，就已经是我们已经可以表现虚怀若谷了啊啊！一上您哪儿来的啊？北京来的，北京来的啊，这个小地方，对吧？这个我们说这种话可以在任何地方说啊，不用担心这个真有人把你当小地方了。北京还是方便啊，西安往外国飞的航班都不多啊，有也是去中亚、东南亚那些的啊，好吧。现在正经南城北京腔是被嘲笑的，比如这个脱口秀界，还好吧，我没觉得南城北京腔就怎么被嘲笑了呀。北京有河北当充电宝，河北河北怎么叫充电宝呢？这事儿怎么解释？广东人对北京、上海都无感啊，他们又不懂煲汤，好吧？毕竟毕业能送外卖啊，你既然毕业送外卖，你还让小贩上大学，这个小贩还得慢慢上啊，上完了以后没准还接着往前上呢。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AI 编程助手山库跑路这条啊，这个好像评论的不多啊，里头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玩啊，说以后就可以把失败归咎于工程师的沟通能力了。是的，所以呢，工程师以前呢是这个比较内向，不善于沟通啊，但是以后的工程师必须要去培养沟通能力啊，沟通能力不够的工程师是没有办法成为好工程师了啊，这个可能是对未来工程师的一个新的要求吧。好，最后一条了啊，这个是9月1号社保大限啊，这个里头有些人说好事儿啊，彻底改变低质量创业，这个为什么是好事儿呢？我就觉得没想明白，对吧？什么时候才会成为好事儿？就是一碗水端平，所有人都按统一的标准做，这个事儿呢会变成好事儿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治理能力啊，当没有这种治理能力，然后再去上这种严刑峻法的时候，啊，就会出很多问题啊。因为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里头甭管前面咱们讲到宗馥莉这个事儿里的国资，还是讲到社保这个事儿里面的国家，不要把它人格化啊。从上到下各个层级、各个地方政府，每一个过手的操办的这个人，他都有各自的诉求，对吧？有些人说我希望这样办，有些人我希望那样办，有些人说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多发展点什么样的产业，它都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在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统一的去管理的情况下，啊，进行这种严刑峻法的话，那就会给社会带来很严重的这种后果。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对吧？这个法你说是个好法吗？是个好法呀，一个大聪明想出来的，对吧？这个农民到了这个春耕的时候，青黄不接啊，我需要去借一点点钱啊，借完钱了以后呢，把这个播种下去啊，再买点粮食够我这段时间吃的，然后一直吃到秋收。
啊，本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制度，对吧？而且他说我们这个青苗法啊，要把这个利息降得比较低啊，这样的话才能让农民敢去借这个钱，而不会说啊有点什么灾害就让他把这个土地失掉，变成这个土地兼并啊，不要搞成这样的事情。结果呢，等到下边执行的时候，这家说按这个宰相大人都说青苗法好啊，你必须得借啊，而且呢你必须得跟我借。啊，借多少我说了算啊，然后利息呢也是我说了算啊。这个王安石虽然一开始想的时候我用比较低的利息去借这个钱，对吧？啊，但是下边操作的时候就不那么操作了啊，就是很高的利息把这个钱借下去，甭管你需不需要都得借。借完了以后利息又高嘛，你还不上，那这个土地就归我了，对吧？就快速的就把这个土地都兼并掉了啊，所以它最后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当你没有办法从上到下一条龙的去进行治理的时候啊，这个东西不能干。还有人说啊，说看着一群牛马在同情奴隶主们啊，也蛮可笑的。这个事儿呢，呃，现在呢，这个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呢，鼓励大家去仇恨资本，其实呢，就是想让大家把在他们身上的仇恨吸引走啊，也就是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说哎呀，这个牛马们，咱们去仇恨这些老板吧。那行，咱们把老板干掉了，牛马有地儿去当牛马吗？没有啊，对吧？这个马云说了，说你们能有996是福报，对啊，我现在想在这找地儿996去没地儿啊，谁让我去？赶快给我发薪水，不用高，然后我就去啊，这没毛病的。这个真的需要这种福报啊啊！然后我们现在在这嘲笑啊，马云你就是一个无耻的资本家，然后你去这个啊剥削你的员工，阿里员工挣的很多的啊，对吧？我愿意被他剥削，求求你剥削我吧。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去嘲笑什么牛马重情奴隶主这种事儿啊，这个不知道这什么人去写这样的评论出来啊，这个也很神奇。还是说好事啊，很早就应该强制所有公司给员工缴纳社保了，否则对那些缴纳社保的公司不公平，这样所有的公司都能同样在起跑线上竞争啊。这个话呢是对的，只是后边的是需要考验执政效率和执政能力的时候，这件事情上呢，大家有信心吗？啊，也只能这么问了啊。还有人说啊，利好自动化行业啊，机器人不用交社保啊，以前的这个工业生产自动化，以后是门店也会自动化了，好吧？那大家都自动化，人怎么办呢？对吧？难道说我们就这样了？这个一年啊600万对结婚啊，这个今年好像是去年吧，好像是600啊，今年是600万对，去年是800万对。啊，这个今年好像是，哎，今年好像不对，应该是去年是600万对吧？搞不太清了啊，我记不太清那个数字了。然后这600万对里头呢，大概还有200万对是40岁以上的啊，就男女双方都在40岁以上，就是大家完全是为了乐趣来结婚的，压根就不是为了生孩子，对吧？那今年到底有多少孩子不知道啊？那没准说我们大干快上都上机器人了以后啊，中国人的这个人口就自动减少了，然后大家就又快乐的生活下去了。这个事儿呢，也有可能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还有人说啊，说这个政策其实对于大公司没啥影响，影响的是底层百姓，比如餐馆啊，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政府没钱了啊，开始搜刮民脂民膏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大公司呢确实会好一些啊，因为我待过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全员都是上社保的。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也是要求这个做尽调啊，你这公司到底有多少员工啊，有多少全职，多少兼职，全职员工是不是都上社保了，这是要检查的。啊，如果有不规范的地方的话，我们会出来制止啊，这个一定是如此的。但是呢，我们所待的这些行业都是收入还比较高的行业啊，就真的这种交社保的这个行业是没法整的，对吧？这个今天还有人在抖音里去讲说，有一个老板招人，说呢这个3000工资，然后呢我给你上社保啊，就没人来啊，说我4000工资不交社保，有没有人来？一堆人上来报名来说我要去上班去啊。因为这个3000工资不交社保呢，你这个社保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自己落手里了嘛。然后4000工资的话，就是他最后到手里可能还没有3000呢，但是这样的一个交法。好，这个继续啊，说这个政策啊，对大公司，对大公司是没什么影响。最后一条啊，说社保不是依靠收入比例来交的吗？收入6000交2000也太扯了吧？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
这个2000呢是有一部分是个人交的，有一部分是公司交的。就是公司呢，对于一个工资6000的人来说，他的人力成本的话，大概是1万几啊，就基本上是这个数的1.5倍到2倍之间啊。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个有的是要算房屋公摊啊，房屋面积，就是你办公室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要算。就算你都不算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社保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基本的办公的成本，基本上是1.5倍啊。就是所以一个人是工资6000啊，他的所有的用工成本的话，基本上是到1万多了啊。那么多出来这一部分呢，就是按道理说应该有一部分是公司承担的社保，有一部分呢是要从个人承担的社保啊。个人承担社保其实在里头是一个比较小比例的这个扣除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原来公司说我就是交了6000块钱的，发了6000块钱的用人成本，其实有些比如饭馆就是6000用工成本。你要让他开始交社保呢，你如果按6000交，那他的用工成本就到9000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算法，所以大家要把这事儿搞清楚。听说那会儿香港杜月笙的门生在香港地位很高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本来香港是优于北京、上海的 T0，现在只能并列 T1了。其实香港现在应该没有上海、北京活着舒服，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很高啊。不知真假，这我也不知道，好久没去过香港了。我应该是今年还去了一趟。我香港亲戚家里有5家店铺收租，清明带他们家一个8岁小孩回老家，就我们家小朋友惊叹：哇，好大！羡慕之情溢于言表。香港每个阶层之间的差距极大，中层和下层的生活质量不一定比得上同样收入的这个北上人，这是肯定的，因为他房租贵啊，房子也很贵。严格收社保就是财政想抢钱，但是把小企业逼死了，反而增加失业率。国家就是在这种抢食状态下逐渐崩溃的。这个崩溃这件事呢，咱们不能胡乱下结论啊。我最近倒是在思考这相关的问题，但是还没想清楚啊。等我想清楚了以后，看看是不是这个。我估计连录会员节目都不太合适啊，可能以后有这个机会线下见面的时候跟大家侃山吧。不交社保啊，本来就是因为力薄啊，公平，也是要让这些难交社保的企业有公平参与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的供给侧改革啊，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一种，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大多人还是没搞懂去批判裁判还是程序员啊，这个没看懂这个讲的是哪段啊？这个等于就是大规模征税啊，这个是真的，就是大规模征税。其实呢，今年大家生意都不好做，经济也没有上去，但是税收在快速上升，就是把原来好多没征上来的税征上来了。不是按收入比例交的，是按最低缴纳基线啊。如果基线是5000，月薪3000啊，也要按5000交的。这个我不太了解啊，因为这个我原来都是要比这个最低缴纳基线要高很多。我以前的薪水是超过最高缴纳基线的，然后现在失业了以后呢，我肯定是按照这个最低缴纳基线来交，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挣3000的人到底怎么缴社保啊，这个事儿我真的不懂，回头我去查一下吧。去年新生儿954万啊，跟1940年差不多了。为国家发愁不用发愁，这个人自然减少挺好的。据说最近又有不少人去买房了，我没听说啊，这个事儿是真没听说。现在包括北京的房价都在往下降。我有时候真的想啊，可能科幻电影里那些人造子宫集约式育儿的方式是真的发展趋势啊，这个那怎么办呢？到那时候再看呗。国家愁以后没韭菜割了，这个
那就是以后的事儿了啊，对吧？这个没那么着急了。好啊，今天人不多，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什么啊，把这个评论都念完了。我看还有什么啊？这个前阵子看了一个数据，南下资金量涨了，好吧？我最近还看了一些数据，是很悲观的数据啊，这个回头再跟大家分享吧。那么今天的读评差不多到这里啊，然后周五应该还会有直播，周六周日的话应该都会停更，甚至周一都会停更啊，因为我太太准备拉着我出去玩去啊，这个一定要积极的跟随。在北京实在有点待不下去了，要出去稍微的晃吧晃吧。啊，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然后天津的活动呢圆满结束啊，这个天津智慧山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至于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再去做线下活动呢？让我再稍微想一想吧，因为我现在发现做一场线下活动还是挺累的。我到天津基本上是从下午2点开始讲，一直讲到了晚上8点啊。虽然是跟大家的活动是到5点多结束，快到6点结束了吧。然后呢，又跟智慧山的一些领导吃饭，啊，一直吃到晚上8点。我说实在不行了，我要去开车回家了啊，然后才溜出来。然后从8点天津开出来，然后开到北京是10点睡觉。所以呢，到礼拜五下午做这个直播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老范你这个状态很不好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对，这个等于我当天是开了2个小时的车去，开了2个小时的车回来，然后呢还讲了6个小时啊，大概也就是如此了。来美国吧，这个可以啊，这个我今年肯定是想去一趟啊，这个慢慢安排，慢慢安排，不要着急。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再见。